好，欢迎来到小明脑。在这次的诗歌史系列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诗歌是从哪里来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历史是事实，就是没什么争议，板上钉钉的事情。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这是历史，但是这只是我记载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客观的事实。比如会有人说，刚才他是打了个喷嚏，不是说话。比如有人说那个是配音的效果，不是他真的了一下。比如有人说这是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不是真人。有真相吗？有绝对准确的历史吗？文学史也是这样，文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学者也是各执一词。一种说法是模仿说，诗歌文学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比如《吕氏春秋》提出，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产生的。另一种说法则是过剩精力说，或者简单粗暴的吃饱了撑的说，在满足了温饱和物质需求之后，人们拥有过剩的精力，开始渴望和世界有更深层次的连结，于是就有了艺术和文学。但是也有人觉得，不只是满足了温饱的富人才能够创造文学，所以他们更加赞同自我表现说，认为文学诞生于我们自我表现的需求，表达情感、个人或集体的潜意识。而具体到中华文学，学界就吵得更凶了。比如有人觉得中华文学来自于六经，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孔子整理的6部先秦古籍，这些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诗歌、历史、哲学、宫廷规章的记录总集。假如说六经是中国文学的源，那么六经的源是什么呢？这些学者认为，六经只是已经有文字记录的阶段，但真正的中华文学起源应该更早，应该来源于非文字阶段的神话、传说、歌谣，也就是早期人类用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方式。以上我们讨论的是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的起源，包括散文、诗歌、小说等等。但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在什么文化中，诗歌或者说歌谣，常常是各种文学起源最早最基本的形式，就好像是话还说不明白的小宝宝先会背儿歌一样。但是关于诗歌的起源，大家也是各执一词。有人觉得最早期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劳动过程，比如《淮南子》里有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乎也许，后羿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一堆人一起抬木头，很累，但是想不到表达。这时有人喊哼语哼语，协调大家出力。鲁迅觉得这就是早期的创作了，我们可以叫它行域派。这个行域有没有可能就是原始的诗歌呢？但也有人觉得诗歌来源于早期的宗教和娱乐，比如《吕氏春秋》里有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侯足以歌八阙。这个叫做葛天氏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就是3个人举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词有8段，这些歌词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诗乐舞不分。后来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诗又称诗歌。诗乐舞不分是先秦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诗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古人认为音乐有一种神赐的力量，通过音乐他们可以和神通话交流。《诗经》中的颂很多就是宗庙祭祀之乐和舞曲。在周朝的礼乐文化，也就是通过礼节规范、音乐舞蹈来使人修身养性，使国家威仪有序下，诗乐舞3位一体的传统就保留了下来。《诗经》又称诗300，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人说是孔子编定的，但请不要相信，因为诗300和一些诗文在孔子出生前就在不同书册中有所记录。那是谁编定的呢？不知道。大概就是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和丰台劝导队这一类做好事不留名的民间大侠。孔子大概是当时最牛的推广者，因为这位至圣先师拿《诗经》来当课本、当教材。《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主要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风指当时15国的风，主要是民歌，相当于今天的民谣和流行歌曲，当然也有经过贵族的加工。雅则主要是贵族祭祀的诗歌，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正式一些，小雅则主要用于宴会场合。颂则可以分为宗庙祭祀
思的诗歌，就像西方文学有荷马史诗作为所有作品的祖太爷一样，中华诗歌乃至所有的文学发展都绕不开《诗经》。《诗经》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觉得，如果单说诗歌里的内容本身，它除了对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之外，其实没什么文学意义。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频道目前出镜率最高的没有之一鲁迅。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吧，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去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吧。我看9%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之篓里去的。漂亮的好小姐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当然，每个评论家都带着自己的偏见，比如这一句的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舟是水中的小陆地，视觉上有一种追之觅之而不可得的隐喻，而在声音上，多处勾连谐音押韵，体现了口传文学中的声音美学，这像极了黑人的嘻哈绕舌。鲁迅反对旧学，所以连着《诗经》一起喷了。朱自清就觉得《诗经》这种早期的歌谣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好得很。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作品的意义都不在于他们本身讲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而是在于他们怎么讲，以及于这些东西传递出来的思想雅不雅正，还有当时读者或者说听众和后人怎么诠释、怎么应用。内容上，我们常说《诗经》开启了一种风雅传统，说白了就是高雅清正。例如说，国风孔子代表的儒家一派就以乐而不淫，讲究中和平正的风格作为审美标准。孔子就说正风淫，就是他大概觉得郑国的风有点 over， 太过了，不符合雅正的美学。《诗经》讲究诗言志，这正开启了华语文学创作常聚焦历史现实、书写群体记忆、钟情于抒发情志，甚至是道德、政治讽喻的传统。所以我们常听到说诗可以信，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就有赞美宴饮中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以及反映周朝末期礼崩乐坏、描写战争和劳役等内容。比如《诗经·小雅》的采薇，讲述了一个士兵在征战时思乡却不得归来的痛苦。曰归曰归，岁亦木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养止。等当他终于踏上回家的路时，心里却依然悲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玉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意。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霏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使用了杨柳和雪花这两个抒情性质的意象，春夏秋冬的大宇宙和人喜怒哀乐的小宇宙产生了共鸣。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也是宗教礼仪、写实作品和抒情民歌的结合体。而在怎么写方面，《诗经》的影响力体现在其中的赋比兴手法。赋就是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如今的排比修辞方法，像采薇中约归约归叙述中的重章叠唱。比相当于今天的比喻或者是类比，而兴就是及物起兴，以其他事物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一大段其实说的就是漂亮的小姐姐离我好远。当然，这里的漂亮小姐姐也可能代表一种缥缈的政治或个人理想。我们看她的手法，三段排比都是相同的结构，写蒹葭、白露、伊人以及自己如何追求，这是典型的赋，也就是铺陈排比的手法，直接叙述。但后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造成这种回环咏叹的感觉。想写小姐姐，却从芦苇露水写起，借他物引起所要咏叹的主要事物，这就是兴的使用。
而河边芦苇苍苍、秋深萧瑟的气氛，也用来比喻作者内心的苦闷和追求不得的惆怅。赋比兴的手法基本奠定了华语诗歌创作的基础，我们在后来的诗歌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应用，比如每个人张口就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就是以月光起兴，借描写月光引入正题，表达思乡的感情。在我们课本里的珍珠项链中，余光中则是用珍珠项链来做比喻起兴，表面写珍珠，实际比喻着作者和夫人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二人相互扶持的时间像珍珠一样被穿成18寸的一串项链，一年还不到1寸，好贵的时光啊！也是在比喻相守不易，而后面重复了4遍的每一例的复沓叠唱是赋的手法，甚至你说不定在日常生活中也用过赋比兴的手法啊！你看今夜的月光多么暧昧，你想和我出去约会吗？表面写项链，实际写爱情，像蒹葭表面写芦苇，实际写追求的心境。诗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赋比兴的手法，也确立了比兴言志原则。文学形象必须要有所寄托，要每次讽喻，要批判现实，不能空无所指。诗经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华语诗歌的祖太爷，也主要是因为它所普及的赋比兴，以及这种手法背后所暗含的风雅原则。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总会和诗经配对出现的《离骚》。《离骚》不是一部诗歌集，它是屈原写的一首非常长的诗歌，一共有370多句，大概2500字，写于屈原受人陷害而被楚怀王疏远放逐时。这熟悉的背景，离骚说不定也是各种长篇政治诗意诗的开端。提到这2部作品，人们会说《诗经》具有更多的现实元素，而《离骚》更具浪漫倾向。风骚是中国古典诗歌2大主流脉络，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呢？大家具体对比一下里面2首诗就知道了。比如同样是写统治者的昏庸，《诗经》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统治者不知廉耻，没有教养，不懂节制，跟老鼠没什么区别，一针见血。然而《离骚》会从自己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出发，举一个又一个历代暴君的例子，后面再来一个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只是想洁身自好，为民谋福祉，为什么楚王就是不听我的话呢？眼睁睁的重蹈覆辙，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忠心不改。但是回望来时的路我的心里依然非常迷茫。这样一看，你会觉得好像《离骚》确实更像是抒情诗，《诗经》是叙事诗，一个洋洋洒洒，一个简练精巧，一个情感喷薄，一个有所节制。虽然确实《离骚》里热烈奔放的情感、大胆奇幻的神话想象，为后世浪漫派诗人创作提供了基础，但是其实《诗经》里也不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样直抒胸臆的热烈情感，或者反复铺排渲染、挥洒自如所谓浪漫风格的表达。而《离骚》里也有对自身归宿和国家命运的深刻现实主义思考。2部作品都有通过神话和宗教歌舞去诠释当时个人以及国家的历史现实。不管是从内容、抒情还是创作手法上来看，《诗经》和《离骚》其实都兼有现实和浪漫的特点，所以《诗经》《离骚》这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对立，也许能够帮我们泛泛地区别开这2部作品，但并不是特别准确。通常来说，我们会把屈原创作的《离骚》9章9歌等归为楚辞这种诗歌类型。楚辞也是《诗经》之后又一大里程碑，它延续了《诗经》的赋比兴传统，又有所突破。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如果说《诗经》里面各篇的喻体相对零散，《离骚》中的喻体则更为系统化。香草不是香草冰淇淋那个香草，而是对各种椒、桂、荟、枳等香料植物的统称。屈原写自己种植佩戴香草等，不仅支持并丰富了美人的意象，同时香草也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格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这也是为什么每年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我们拿艾叶、艾蒿等香草来佩戴和制成食物。顺便说一句，世上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其实也是来源于屈原。何处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语。再顺便说一句，苏轼的原话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什么世上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或者是世上何处无芳草，我看郎朗也挺好，跟苏轼或者屈原都没得关系。说完了香草，我们来说说美人。屈原以夫妇遇君臣，写自己被楚怀王疏远，
便自喻为被抛弃的女人，为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人这个意象在《离骚》和屈原的《九歌》中多次出现，有时指屈原自己，有时指君王，但总之是以男女之爱来比喻君臣朋友之谊。这个比喻现在看起来逻辑可能有点清奇，但男女婚约连结，君臣政治同盟，这个比喻在当时确实是很常见的。而屈原则进一步奠定了这个类比的历史地位，为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句话又把香草、美人两个意象通过自己这个本体联系在了一起，香草美人就构成了一个复杂、巧妙且经典的比喻系统，让《诗经》的比兴手法内涵更加丰富，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以花草自喻抒情的常见的创作手法。同时在形式上，楚辞突破了《诗经》4言为主的限制，以杂言为主，在句式和结构上更易于变化和抒情，被称为骚体，也为汉赋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甚至你可以说这是最早期的诗歌的一种散文化。当然，楚辞并不是散文，只是形式上更加自由。关于汉赋及以后的诗歌发展，我们会在下期视频中和大家探讨。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小木牛脑。小木牛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并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恰佳和学习中每天喜欢文学多一点。我们下期再见吧。